各位啊，我们今天换一个背景来录节目啊，因为昨天录的那个地方啊，是我平时办公书桌的旁边，但是录完之后我发现那节目有个问题，就是那个顶灯啊是红颜色的，结果那灯光打到脸上之后呢，显得有点光怪陆离，所以呢，今天就换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原来是我们家的电视墙，但是我们家呢其实也没有电视啊，所以这地方就空着。为什么昨天没有选在这儿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场景吧，录出来的节目特别像电视台的演播室，太正式了。但是王局拍案其实是一个跟大家聊天的节目，我特别不希望这个节目的风格变成那种冷冰冰的在演播室里跟大家播报的感觉。但是呢，由于那个地方不行，那么今天呢就换了这个地点，咱们再试一下。如果这个地点不行，我再找其他的地方啊。今天我想聊点什么话题呢？我还想聊昨天那个佩洛西访台啊所带来的海峡两岸这个关系的这么一个话题。我发现啊，前几天啊，当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啊，很多人在推特上特别兴奋，兴奋于什么呢？兴奋于中国跟美国要打起来，兴奋于中国和台湾、大陆和台湾要打起来。他们这些人呢，唯恐天下不乱，觉得战争打起来之后，他们觉得好像是一个好事儿。我就在想啊，这些人的心理啊，真是有点不太健康。为什么呢？大家想一下，海峡两岸呢都是中国人，或者说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啊。如果是兵戎相见的话，你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伤害。所以正常人的心理应该是希望战争不要爆发才对，对吧？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却天天希望这个有战争发生呢？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啊，这些人呢，多数都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人。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几十年来反共没成功，就把自己的这个理想啊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希望美国跟中国打起来之后，顺便把中共给推翻了，在中国实现他们那个心中的目标，就是所谓的民主和宪政吧啊，姑且认为他们这个目标，但我其实内心认为，他们内心信仰的其实也根本不是民主和宪政，就是反共，只不过披了一个民主宪政的外衣而已啊。我今天要讲的这些人呢，非蠢即坏。为什么呢？首先是他们这些想法不切实际。为什么呢？因为海峡两岸如果真打起来，美国人会介入吗？他们言之凿凿认为美国一定会介入，但我的预判正相反。我认为美国人在海峡两岸打起来之后啊，真正军事介入跟大陆进行全面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什么？大家可以看一下，二战之后两个核大国之间唯一一次有过直接的军事对峙的局面，就是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这么一次，而且还没有演变成军事冲突，只是危机而已。当时啊，是前苏联怂了，赫鲁晓夫怂了嘛，把导弹从古巴撤走了。但是现如今的档案解密啊，显示啊，美国当年其实也后怕得不得了。如果当时赫鲁晓夫再咬咬牙坚持一段时间，美国就怂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两个核大国爆发全面战争，后果只有一个，就是人类毁灭，没有其他的。所以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尽管意识形态上不共戴天，但这一点最基本的理智还存在，就是两个核大国不能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这场危机最后以这个赫鲁晓夫退让而收场。从此之后，两个核大国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军事对峙。有过其他的战争都是代理人之间的战争，比如说美国打越南，中国派军队悄咪兮兮过去跟他打；当时美国打朝鲜，中国呢这个以志愿军名义跟着美国打。也就是说，两个核大国之间是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军事冲突。但现如今大家要知道啊，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核武器数量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第3核大国。虽然说数量比起来跟美国比起来还差不少，但是它拥有的核力量足以毁灭美国几次，这一点毫无疑问。所以你想想，美国会轻易因为台湾问题跟中国发生全面的军事冲突吗？我个人认为不会。大家看一下
乌克兰啊，就在现在还在发生的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俄罗斯对它入侵，这其实性质是非常恶劣的。而且乌克兰就靠近欧洲，欧洲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但是美国派军队去了吗？没有啊。美国对乌克兰的帮助就是给武器，比如海马斯啊、M777啊。海马斯还把射程从400公里降到了60到80公里，还不能让它太远，不能让它从乌克兰直接打到俄罗斯，就只能在乌克兰本土之内进行防卫。美国为什么不派兵直接去乌克兰去跟俄罗斯干？假如说俄罗斯是伊拉克，没有核武器，美国早就派军队把这个俄罗斯给消灭了，毫无疑问。但是因为俄罗斯手上有核武器，他是个流氓，但是因为他有个核武器，所以美国投鼠忌器，就不敢直接上去跟他打，这就是现实。不仅仅是美国啊，欧洲这些国家也一样啊。泽伦斯基到一个国家的议会去演讲，说你帮帮我们吧，我们需要全欧洲的人支持。法国、英国、波兰、德国都去了，国家领导人都去了。去了之后呢，给乌克兰飞机、坦克，仅此而已。派军队了吗？没有啊。谁都怕流氓啊，谁都怕流氓手上有核武器，这就是国际社会的社会现实。大家想一想，美国怕不怕跟中国进行全面的军事冲突呢？大家做常规力量对比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常规军事力量对比最终可能如果演变成通过核武器来解决冲突的时候，此前所有的战略分析都没有意义了。所以美国最终评估的时候，不是评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常规力量相差多大，而是中国会不会使用核武器。一旦要是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全面战争，谁敢保证最后不使用核武器呢？所以我的观点是，美国和中国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最终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第二，退一万步讲，就算美国在中大陆和台湾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它介入了，它的目标也一定会仅限于防止大陆或者遏制大陆对台湾的占领，它绝对不会到中国大陆去动武，绝对不会在中国大陆登陆，最终推翻中共这样一个政府。因为你要知道，推翻一个有效政府容易，你要重新建立起来一个可太难了。14亿中国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一旦政府瓦解了，没有一个可替代的这个力量来组织这个政府的话，那会是一场人道灾难。这场人道灾难有可能会导致几亿难民，周边哪个国家可以接受？所以啊，美国从来没有把推翻中共的统治当作自己的目标，所以这些人醒醒吧。而且美国也没有义务帮助中国来完成所谓的民主和宪政，对吧？他也从来不热心这样啊。你说这些人做什么梦呢？我跟大家讲啊，我们14亿中国人的民主宪政只能靠中国人自己，不能靠其他人。其他人第一靠不住，第二也不可能。而且民主和宪政这样一种外来的文化的制度啊，到中国来，它作为一场这个移植过来的制度，如果没有土壤，没有适当的土壤，适当的这个所谓的文化的变更，这个制度就算移植过来，也不太可能运转良好。这是我们中国的社会现实。所以在中国要想实现民主宪政，需要漫长的道路。这个呢，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得到，这是第一点。所以我说啊，这些人在海外鼓吹战争、鼓动战争是非蠢即坏。他们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不需要承担战争的代价。大家可以看一下两岸三地啊，面对这种战争威胁的时候，心态不同。台湾人最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打起仗来，承担最大代价的地方是台湾，因为那是战场啊，对不对？所以台湾人都在谈论如何避免战争，不管是蓝营还是绿营，他们共同的共识是尽可能的避免战争。但是为什么海外这些混蛋，他们呢天天鼓吹战争呢？
因为他不需要承担战争的代价。尽管这个战争不一定对他有利，他看个热闹。所以我说这些人坏呢。什么叫支持战争？我经常问很多支持战争的人，我说你真的支持战争吗？那假如说，如果派你去战场，你还支持不支持？如果是的话，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上了战场，必须死，必定死，你还支持不支持战争？我跟大家说，如果你不支持的话，那说明你支持的不是战争，你是支持的别人的战争。这个世界上啊，支持别人的战争的人大，支持自己战争的人微乎其微。这些人就是因为这个战争貌似跟他们无关，所以他们才支持战争。他们不是支持战争，是认为支持这场战争跟他们无关，他们只可能获益，所以他们在支持。我所以这些人坏，他们不知道战争真正的代价是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也想对中国大陆有一些人天天鼓吹战争的人讲，其实你不要认为中国大陆一旦打起仗来就不需要付出代价。我刚才讲了，大陆和台湾一旦要发生战争，美国确实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不大，第一表明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一旦要是发生冲突的话，那中国大陆也有可能成为战场。现代战争哪有什么前方后方啊？几发导弹打到中国大陆的大城市，你想一想吧，你真的就怪这个高枕无忧吗？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战争的直接威胁，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战争的前线的威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便是美国不直接军事介入，那么全球的经济制裁以及全球的经济禁运，这个是可以想象的一个后果。为什么呢？毕竟是21世纪了，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政治分歧，在国际社会上已经不被认可了，所以发动战争的一方必定要受到国际制裁，这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一旦要是国际制裁，后果是什么呢？大家可能还记得伊拉克，伊拉克原先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后来由于入侵科威特遭受到全球禁运，后来他们的小孩没有奶粉喝，营养不良。这个细节我印象非常深。有些人说我们中国是世界工厂，我们不是伊拉克。伊拉克自己的石油炼出来，他们自己连石油都，他们自己挖出来的石油自己都炼不出汽油来。但是我们中国不一样啊，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啊。是的，没错。但是你要知道，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融入到了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如果全球对中国实现禁运的话，中国的经济也承受不了。首先是你大量的商品运不出去了，其次你生产过程中间需要国际上其他国家配合的那些原材料包括技术也进不来了。大家想一想，这对中国经济恐怕也是毁灭性的打击。说的不客气一点，改革开放40年来的这个成就很有可能毁之一旦。老毛当年执政的时候经常说，我们中国不怕制裁，不让我们加入联合国我们自己搞一个联合国。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国家一穷二白，都是无产阶级，没什么可失去的。这个国家除了老毛以外，其他人都是无产阶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资产，有房产，有金融资产，有股票，农民还有土地，还有自己的住房。但是一旦打起仗来，很可能这些不动产的价格会贬值90%，那么金融资产可能会随着大幅的通货膨胀都归零了。大家想一想，我们改革开放能够迎来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因为老毛的时代我是度过的，那个时候是一个物质极其匮乏的时代，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吃点白米面馒头还要专门买，拿细粮的粮票去买。虽然没有饿肚子，但是物质极度匮乏，那个场景那个时代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相信50岁以上的中国人对那个时代都有非常非常深的印象。但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我们中国人不但吃饱了，现在也过上了小康般的生活。这个局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珍惜。一旦要是发生战争的话，可能瞬间
就会回到解放前。所以我希望啊，国内的这些人也不要轻言战端，也要想清楚，一旦打起仗来，我们每个人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还有，可能每一个家庭如果打仗的话，就要派人去上战场，他们就会牺牲，就会受伤，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每个家庭不得不承担的代价。第三呢，我要想讲啊，我们海峡两岸分裂分治了70年，如果解决这个政治问题呢，我认为啊，还是要尽最大的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我们本应该拥有这样的政治智慧，尽量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政治分歧。那么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政治分歧啊，是下策中间的下策。一旦要是发生的话，将有可能在大陆和台湾这两个族群之间埋下血海深仇。大家看一下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很类似我们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为什么心心念念想要把乌克兰拿过去？因为他们认为乌克兰是俄罗斯文化的发祥地，有点类似于中国的西安和洛阳，所以他们一定要把乌克兰统一回去。但是由于这场战争，可以说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埋下了一场血海深仇。很多乌克兰人在采访中跟我讲，他说如果说这两个民族历史上存在着那么多的联系，因为这场战争都中断了，这场血海深仇啊，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慢慢的消弭，还不一定能够消弭。大家想一想，如果大陆和台湾之间发生战争，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本来我们两岸之间是同文同种，如果要是发生战争的话，不管统一还是继续分裂，这场血海深仇是很难用时间来消弭的。所以啊，我觉得我们无论是海内外的中国人，或者是华人吧，都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促成海峡两岸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政治分歧。最后，我想讲一个故事。我在乌克兰采访的时候啊，去尼古拉耶夫的路上啊，遇到了一对年轻人，他们呢是去尼古拉耶夫参加一场葬礼。这场葬礼是一个军人的葬礼。这个女孩子呢，7年前跟这个死亡的军人呢，牺牲的军人相识，但是呢，这个军人在赫尔松的战场上牺牲了。这个军人的家在马里乌波尔，现在已经成了俄战区，所以他的家人呢没办法参加他的葬礼。只有他的妻子从波兰赶到了这里，我们在现场也见到了他的妻子。因为在战争初期的时候，他的妻子带着他5岁的儿子跑到了波兰。他跟我讲，他说他接到他丈夫牺牲的消息的时候啊，他的儿子还有5天就过生日。他说他没办法跟自己的儿子说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他说我回国看一看你爸爸怎么样了。其实他是来送她丈夫最后一程。那场葬礼啊很简朴，非常非常简单，就在尼古拉耶夫城市边上一个非常普通、非常偏僻的一个墓地里，一排过去全部是军人的坟墓，就是他的几个战友把他简单的安葬，一个牧师做了一个仪式。我在乌克兰期间呢，一共参加了2场军人的葬礼，一场呢是在基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那场葬礼非常恢宏，看起来也非常光荣，让人觉得军人即便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保家卫国，这种牺牲本身也是值得的。但是当我看到这场简朴的军人葬礼的时候，就会觉得有无数的军人其实是这样默默的死去的，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只有他们的家人在默默地承受着失去丈夫、失去父亲、失去儿子的痛苦。这就是战争。战争不仅仅意味着那些宏大叙事，更意味着无数家庭因此失去自己的儿子，失去自己的丈夫，失去自己父亲的苦痛。我们中国已经有将近70年没有打过大的战争了，很多人不知道战争真正的代价和付出意味着什么。我希望很多人认真的想一想，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每个人在战争过程中究竟会付出什么？